各位好，欢迎回来。今天我们继续来聊 iCloud。今天聊的是 iCloud 里面的第二个内容，叫 iCloud 照片。它具体的位置在手机当中呢，是你点设置，然后点最上面一条你的名字，然后点 iCloud，在 iCloud 下面呢找到使用 iCloud 的 App，然后里面的第一项 iCloud 照片点进去。这里面呢有一些简单的设置。那我们今天根据这个设置的顺序，跟大家去聊一下 iCloud 照片这个话题。那首先第一个，我想跟大家聊的是什么是 iCloud 照片。它的开关呢，就是设置里面的第一个，叫做同步此 iPhone，看起来是这样子的。第一个同步此 iPhone 这个名称呢，会根据你 iOS 的版本的不同而不同。我记得比较老的版本，它这个开关的名字就叫 iCloud 照片。然后后面呢改成了同步此 iPhone， 但不管叫什么名字它都是一个意思，也就是 iCloud 照片这个功能你是开还是不开，那就是根据这个开关来去定义的了。那如果打开了这个开关呢，你使用 iCloud， 那就意味着 iPhone 会自动的把你拍摄的每一张照片和视频，包括你截屏截下来的也就是照片 App 里面的所有能够显示出来的东西，全部的同步到 iCloud 的云端来保存、来备份、来同步。那它的在使用上面呢，它的使用方式其实是和我上一期举例子来讲的通讯录是一样的。也就是说，这里面第一个要注意的问题就是，你千万不能像传统的网盘一样，认为我已经把照片都存在云端了，那想给手机省一点空间，我是不是就可以把手机里的照片删掉了呢？那一定是不行的，因为 iCloud 里面几乎所有的内容都是用同步的方式来进行。也就是说，你一旦在手机当中对照片做了任何的操作，那么它都会以它所能及的最快速度除非你给它断网。但即便你断网，它在联网之后也会把你刚才断网的时候所对于照片做的所有的事情全部同步到 iCloud 里面。这里面包括拍摄新的照片，包括截屏，包括删除照片，包括修改照片无一例外全部同步到 iCloud 上去。那这样的好处也就是你所有的 Apple 设备不管你的 iPhone、iPad、你的 Mac， 还有你包括你的 Apple TV 如果有的话，那都将会保持一致的照片体验所有的照片可以及时的出现在所有的设备上另外你的工作流程也可以变得极为方便，比如你可以拿拍照能力最好的设备 iPhone 来去专门拍摄照片，而用显示效果比较好的 iPad 来进行修改照片，然后呢用屏幕比较大的电视机连接 Apple TV 来去观看照片等等等等。那对于有一些高级的修改照片就调整照片的这些功能的这个 App， 如果说移动版没有，你如果有 Mac 电脑的话，你也可以用 Mac 来去调整照片，用 Mac 调整好的结果也会同时同步到你所有的 iPhone、iPad 以及 Apple TV 当中去，所以这个是极大的好处。那你说，那这不就没有办法节省我的设备空间了吗？我把照片传到网络端传到网盘上，其实没别的就一个目的，为了节省空间，以及同时为它带来的另外一个好处就是备份不用备份了嘛，既节省了空间，又不用再天天想着备份。那听你这么说，好像 iCloud 的照片没有实现嘛？那这个先别着急我们第二个话题就会讲到，也就是优化和下载怎么选。这两个选项是 iCloud 照片区别于其他所有的云端这个 App 不管你是云端干啥的 App， 我觉得是一个最核心的内容也就是说，我为什么要用 iCloud 照片而不用某某网盘、某某网盘这些？同样也可以备份照片，对吧？也可以那我为什么要用 iCloud 照片？就是因为我们说它和 iOS 系统整合的比较好 ，iCloud 我们叫亲儿子嘛，一家公司推出的产品。那它整合的好体现在哪个地方呢？其实就是体现在优化和下载这两个选项上面。那我们在设置当中往下看除了同步此 iPhone 的开关以外，下面应该是一个 iCloud 的同步状态
那再往下呢，你一定会看到两个选项，它是后面画勾的。前面一个是叫做优化 iPhone 存储空间，还有选后面一个叫做下载并保留原件。从字面上大家可以猜到是什么意思啊？如果你希望再理解的更准确一点，你可以看这个选项的下面有3行小字啊，当然如果你是放大字体，可能是这个2行或者是点点点，你就完全看不清楚这个小字，所以我一直不建议大家把 iPhone 的字体放大，也就是这个原因。那你说不放大我看不清楚怎么办呢？有更好的办法，这个等到以后我们讲辅助功能再跟大家去介绍。那我给大家念一下哈，它是这么写的：如果 iPhone 空间不足，全分辨率照片和视频将自动替换为适用于设备的较小版本，全分辨率版本可以随时从 iCloud 下载。那经过这样的解释呢，应该你就能够更明白一点了。那当你选择下载并保留原件这个选项的时候，下面的说明就又变了啊，它就变成此 iPhone 上当前存储的是原始版本的照片和视频，打开优化存储空间来节省设备空间，并将原始版本保留在 iCloud 中。那这两个选项你都阅读过下面的说明之后，我相信大部分人就应该已经明白了啊。因为如果我选择下载并保留原件，其实是意味着我所有的照片跟视频在 iPhone 里有一个版本，然后在 iCloud 有一个版本，也就是说你是双版本，这两个版本没有任何的差别。那该多少容量就是多少容量。iCloud 上，比如说你拍了20个 G 的照片，那么你的 iPhone 当中也会占用20个 G， 没有任何的差别。那这其实可以起到同步的作用，可以起到备份的作用，但是没有办法起到节省你的设备存储空间的作用。那如果你还想增加一个节省设备空间的作用，那你应该选哪个呢？应该选优化 iPhone 存储空间这个选项。选择了这个以后，其实除了节省你设备的空间以外，它还会带来一个好处，就是你可以更快速的看到你所有的云端照片。比如说你新买了一个新的手机，刚刚登录 Apple ID， 我有2万张照片。那这个时候如果你选择的是优化 iCloud 存储空间的话，其实这2万张照片你可以几秒钟的时间差不多都能看到缩略图，如果你的网速够快的话。为什么？因为它只是保存了这个缩略图的版本，就非常非常小，可以基本上对一张照片的容量来讲，基本上忽略不计的。所有的这个原始的这个照片都是存在 iCloud 上面的。那这个呢也会带来一个另外一个好处和一个不好哈。那好处当然他说的很清楚了，就是优化了你 iPhone 的存储空间，因为 iPhone 上面你只留这个缩略图了嘛，原件就保留在 iCloud 上面了。那这样的做法它的好处就是我既能够在设备上看到我所有的照片，我又可以节省设备的空间啊，两全其美了。但你说就没有缺点吗？这个我就想说只有一个缺点，这个缺点就是你的网络要好，你网络越好，你的缺点就越不明显。为什么？因为如果你打开一张其实它只保存了缩略图的照片，当这张照片被全屏打开了之后，它会以它最大的能力吧，去把原始的这个照片给你下载下来。这个是你在你打开之后才下载的，那也好理解嘛，因为你不打开，它也不知道你要看哪一张。那这样的话呢，你的网速足够快，可能你一眨眼，这个就下载出来了。但如果你网速不好，或者没有网，或者网速比较慢的情况下，可能你要数秒数了。那就是这张照片刚一打开的时候会比较模糊啊，你就等1、2、3啊，什么时候照片啪变清楚了，你就知道原件已经下载下来了。只有这一个缺点。那如果你选择下载并保留原件，那是没有这样的等待的啊。但是如果你选择优化 iPhone 存储空间，你可能会面临这样的等待。那这边我还想根据我自己的体验跟大家聊2句，就是并不意味着你选择优化之后你所有的图库都会变成缩略图，其实不是的。我举个极端一点的例子比如说我的 iPhone 是1个 TB 的存储容量，然后我这里面呢只有3张照片，比如说是这种情况，那我也选择了优化 iPhone 存储空间。那即便如果是这种极端的状态，你即便选择优化 iPhone 存储空间，它也不会
给你把这3张照片的原件保留在 iCloud 上，然后本机只存储一个缩略图，不会的，因为你本机的空间足足够用，所以即便你选择优化，它还是给你选择下载。那反过来，如果你的 iPhone 存储容量是64个 G， 但是呢，你的照片可能会达到100个 G 啊，那这也是一个极端的例子哈。那这种情况下，那么就可能你所有的照片都会被变成缩略图。那了解了这2个极端之后呢，我们就不难明白，其实你所有的照片到底有多少是存在你的手机本地，有多少是存在云端，前提是我选择了优化这个选项的情况下是人类没有办法做选择的，一定是手机智能的帮你去做选择。那如果你的手机存储空间足够多，那么它保存在本机里面的原始的照片就会足够多，那反之亦然。那它优先保存原件的照片或者视频，一定是你最近拍摄的，它不是乱挑的一定是如果有保存的原件的话，一定是离你最近的它保存原件，离你越远的它会优先给你变成一个缩略图来节省你 iPhone 的存储空间。那这2个选项一般我建议，如果你特别是花钱购买了 iCloud 空间，并且打开了iCloud 照片这个功能的，一般我建议都要去选择优化，因为现在毕竟网络的获取相对比较简单，那你选择了优化之后，你的手机的存储容量就会被大大的节约出来，你可以用来去做更多其他的事情，而且在照片上面的体验其实并不会下降很多但是如果你反之的话，那可能你就不得不把你的手机容量买得很大，这笔投入其实不如你把它投入到 iCloud 空间里面，还可以增加或者减少的可能，就是弹性更大一点我想多一点，我花点钱就能多，那不像手机容量，你想增容，你只能换一个新的手机，对吧，才能够实现了。那这个就是优化和下载我的一些差别和还有我的一些建议了。那接下来第3个后面的设置就是跟共享相关，这个也是我个人比较依赖和喜欢的一点我记得是在去年还是前年这个好像 iOS 16这个版本好像是就增加了，还是17，就增加了一个叫共享图库的功能。这个功能我还是蛮依赖的一个功能先给大家解释一下什么是共享图库。共享图库是在你的家庭成员之间可以共享彼此的照片图库，但是实际使用当中没有表面上说的这么直白，或者你觉得可怕不会是这样子。它是什么意思呢？就是首先呢，你得有一个你要创建一个家庭账号，这个其实我认为大部分人就没有了那如果你有一个家庭账号以后，我们说 iCloud 最多是6个人嘛，组建一个家庭，包括组织者如果你有一个家庭账号之后呢，在每一个家庭成员或者是几个家庭成员都是自愿打开的那只要打开了这个共享图库以后，那你的 iPhone 就会自动判断什么时候你拍的照片，它会自动的也跑到你家人的图库里面一个备份。那怎么自动判断呢？一般来讲是根据面容和相互的位置，而这个相互的位置它有可能是能通过定位，比如定位咱们好理解你们2个家人一起出去玩2个手机的定位都在同一个地方，这个好理解。但我个人觉得可能这个还不太会，我更倾向于就背后的真实原因我是不知道但是我猜测应该是通过蓝牙的可能性更高一点也就是说他如果发现你和你家人的手机在蓝牙通讯范围之内，那就确定你们2个是在一起。那如果你2个在一起去一个旅游景点去玩，那这个时候你们2个人在手机当中拍摄的照片都会自动的共享到一个图库里面。当然这个的前提应该是你们已经共享了iCloud 的存储空间之后，那就可以拥有这个功能了。其次呢，如果你愿意的话，你也可以让这个 iPhone 的人工智能介入，去自动的判断
你所有图库的照片当中有哪一些是出现了你另外一个家人同时也开放了共享图库的那个家人的脸啊，只要他识别出他的脸，他就会把有他的脸的照片就共享给他，就是2种自动的方式。当然了，还有一种手动的方式，也就是说，如果你的照片图库当中有一些照片是你共享给家人的，或者家人共享给你的，甭管是手动还是自动，它在照片缩略图的右上角都会出现2个小人儿。那你看到这个缩略这个示意的图标，你就知道哦，这张照片我是家庭共享的，是在共享图库里面的。那你可以随时把它关闭，把它挪走啊，你也可以把一些没有被识别出来的照片手动的打到共享。那前提是你要开放这个功能，然后你的照片 app 的菜单里面才会有这个选项啊。我个人觉得这个功能如果是有家庭特别有孩子的话，是非常方便的一个功能。那其次还有一个共享的功能就是共享相簿了，这个是一个很老的功能，一直存在。那共享相簿是允许你在手机里面创建一个相簿，然后呢，你邀请若干个联系人啊，注意这个联系人一定是 Apple ID 不能只是一个普通的邮箱或者电话号码，就是你把你希望共享的这个相簿谁能够看到这个相簿里面的内容，你把这些人的 Apple ID 填在这个相簿里面，然后再把这个相簿起个名字。那这个时候呢，只要你把你任意的照片放到这个相簿里面，那么你刚才填入的这些所有的人都能够看得到。当然你也有一些权限，比如说人家是能删除还是只能看，就是只读还是可读可写，你邀请进来的人还能不能邀请别人，这些权限你可以自己去设置啊。但是提醒大家注意的有2点，共享图库有一个好处就是它不占用你自己的 iCloud 存储空间。那还有一个坏处呢是，目前来讲它是按照照片或视频的个数来去做限制的，也就是虽然它不占用你个人的 iCloud 空间，听起来挺好的，可以撸羊毛了，我不花钱买，我就创建好多个共享相簿往里放因为不占用我个人的空间嘛，这也可以，但毕竟这个对你自己不方便啊。那其次是它每一个相簿我记得不错的话应该是有5000张的限制，这个包括视频就是照片跟视频加起来不能超过5000张，我记得早期是3000张，后来好像升级到5000张，这个我不能保证很精确这个大家根据系统最后实时调整，是多少张就是多少张，反正满了它就不让你存了。那对于视频来讲应该也是有不能超过好像5分钟吧的这个限，反正视频也有时长限制的，你拍个1个小时的视频你肯定是放不进来的所以这个功能呢，我建议大家还是在合理的范围去用并不建议用撸羊毛的方式，这样对你、对 Apple 公司和对其他的这个 Apple 用户，我觉得都并不是一个好事，长期来看那接下来最后一个话题就聊一下，有一个更老的功能叫做照片流如果你手头还有老到不能升级新系统的 iPhone， 可能你会看到这个选项，比如说你家里还有 iPhone 4、iPhone 5这个级别的升不上去的老版本会有这个选项。这个选项是一个当 iCloud 照片推出之后，它就同时下线的一个功能。它很简单，就是一个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一个自动的共享相簿。如果你开通了照片流的功能，每拍一张照片，新进来的照片都会自动的进到这个叫做照片流的共享相簿里面。而这个照片流的这个共享相簿，好像我记得不错的话，最多是1000张好像还不如共享相簿的数字大。一旦你拍到第1001张的时候，那么第1张照片就会自动的从这个照片流里面被剔除。就是这个大家了解一下就好了吧。如果之前你经历过这个功能并且用过的话，你就会更有体验一点。如果没用过，但是看到自己的老型号的手机里面有这个功能，那我这边也提一下之后你也知道这个功能大概是怎么回事我也不建议你尝试去用它了，因为现在应该已经取消了这个功能。就算你能看到，应该也不能用了。就我猜测是这个样子，其实也不好用，也没有 iCloud 照片图库好用。好，那以上就是跟大家简单的去聊了一下 iCloud 照片这个相关的功能。因为聊 iCloud 的内容其实还蛮困难的对于我来说，关键是它的功能太多然后
各种使用场景都能遇得到。所以呢，我一直是本着做 iCloud 系列节目，本着一个抛砖引玉的这种想法吧，就是我先把我知道的，有些可能是知道，但是没想起来说啊，反正我只要能想起来的，我先大概理一理思路，给大家抛出来。那如果各位有什么关于 iCloud 上面的补充，那是最欢迎的。那当然，你如果有什么问题，也欢迎留言让我知道，我们一起来讨论。好，那欢迎您的收听跟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